它被称为中国房价最高的县城，一个小县城房价达到了2万1平米。它还是中国人均存款最多的县城，早在6年前，人均存款已经超过10万。它还是中国外汇第一县，中国金融10强县。它有无数引以为傲的头衔，却又如此低调，低调到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过它的名字。它就是青田。在我们浙江，用7山1水2丰田来形容山多地少，而形容浙江的青田则是9山半水半丰田。就是这样人杰地贫、山多粮少的青田，用敢闯敢拼的精神和行动，在全球128个国家都留下了足迹。青田地处浙南山区，这里有一座青田山，这也是青田名字的由来。然而名为青田，却又无田可种。青田90%的面积都属于山地，耕地只占总面积的5%，且土壤贫瘠。故而青田人自古以来虽然勤勤恳恳，但是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青田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不是洪涝就是干旱，自然环境恶劣，穷则思变，让生活在青田的人们迫切想要走出去，去创造新的生活。当年的青田人要活下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走出去。而受到温州一带人的影响，青田人的走出去不只是走出家门口的山区，而是走向国外。这是青田早年成为华侨之乡的根源所在。青田人的四海为家的历史距今已有300多年。19世纪初，青田人在日本就形成了移民群体。鸦片战争后，青田人的出国范围从亚洲发展到欧洲，并逐步范围扩大到全球。青田在海外的华人之多，我用一组数据来告诉你：50多万人口的青田县，现有海外华人华侨达33万之多，可以说没有2个青田人就有1个在海外。其中，在意大利的约有10万人，在西班牙约11万人，在德国、法国各有2万余人。在荷兰的青田人有1.7万人，还有欧洲外的其他国家同样是遍布青田人。拿西班牙举例，在西班牙的青田人几乎涉及了华人所能参与的所有行业，光西班牙的中餐厅，青田人开的就有500多家。尤其是在巴塞罗那，青田人占华人总数的70%以上。早些年我们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就遇到我们的华人粉丝，一位温州人，一位青田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青田流行的这样一句话：凡是稍微有些人样的青田人都死在国外。也有青田人这样说过：每逢过年，我们家就是个联合国，大家从世界各地飞回来团聚，30多位家族成员中至少来自8个国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青田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在网络上有关于青田的各种传说比如在青田的菜市场拿着欧元就直接可以去买菜，大街小巷都有换汇点。再比如在意大利，当地人去菜市场得说青田话，不然没办法和青田人还价。这样的传说其实无法证实，但是我在青田转了一圈，除了银行外，确实没有见到过换汇点，也没有尝试过拿着欧元去消费。当然也有可以证实的关于青田的传说比如青田年人均咖啡消费量约为50杯，超全国水平25倍，比上海人更爱喝咖啡。青田人每日需消费1万杯咖啡，全县范围内现有咖啡馆约300家，其中城区就有200家。还有红酒青田是中国最大的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在青头街头遍布了各个国家的红酒代理不出国门就能喝到众多海外名庄酒。在青田就不得不提起瓯江，浙江省的第2大江流，流经丽水和温州。青田县城就分布在瓯江的两岸，共有5座大桥将两岸紧紧连接在一起，分别是锦云步行桥、太和大桥、瓯江大桥、钱仓大桥和塔山大桥。现在镜头里面的就是锦云步行桥，这座桥的造价近1个亿，米白色的桥身，凯旋门式的桥头，乍一看以为是在欧洲小城。机动车是无法在桥上通行的，只能步行或者骑自行车上桥。为了和青田华侨城的气质相匹配支撑主桥的塔楼采用古罗马时期盛行的圈柱式风格，在青田没有任何违和感。从锦云步行街沿瓯江上游约1公里处便是太和大桥，北起县城新大街，南接瓯青公路，全桥总长628.6米，其中主桥319.3米，宽10米。这是一座双车道桥梁，两边还设有步行道，两侧为钢管栏杆，南北各有一个转盘。太和大桥的总投资为4470万元，1996年开工，1999年竣工，是青田连接两岸的主要通行桥梁。其实现在国内的网络对于华侨侨胞总是带有敌意，认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国籍就是背叛了祖国。我认为这种看法多少还是有些不理智。
不论别人去海外是为了生存或是生活，只要没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都应该尊重别人的选择。的确有少部分人一出国就为了迎合海外的环境去不停地抹黑祖国、贬低祖国，吃着中国饭，同时砸着中国碗。但是更多的还是心系祖国、怀念家乡的海外同胞。每当祖国有难的时候第一批从海外捐款捐物的永远是海外的华侨，而不是其他国家。在青田，这些远征海外的华侨们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不忘建设在祖国的家乡。现在的青田也正是源于这些海外华侨回乡建设的成果，经过一代代海外青田人的努力，才使得九山半水半丰田的青田克服了它经济发展的先天不足，成为了一座经济总量仅次于丽水主城区的莲都区的经济强县。值得一提的是青田瓯江边上的华侨总部大楼是目前丽水整个地级市的最高楼，楼高约150米。这多少让丽水有些没有面子但是丽水也有在建的莲都大厦，预计高度能到167米。顺利的话，在2024年能竣工，多少能挽回些面子。说在最后不只是青田人，还有温州人、宁波人，所有浙江人都有一种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精神。要说条件好，我们浙江有天然的深水良港，有入海口；要说条件不好，浙江多山区少平原，为发展增添了诸多的障碍。若不是浙江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地理条件再好，我们都不可能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在浙江有多少老人退休了还在发光发热，有多少房东拆迁了分配几套房子，明明坐在家里收房租就好，偏偏还要去菜市场里卖卖菜，还要去小区里面当保安干保洁，没有人愿意闲着。浙江人有钱，但依然在忙着打拼挣钱，也许这就是浙江人骨子里的干劲。